谢长廷说呢，卓荣泰到日本看这个棒球赛呢，从松子部起飞，没有不妥啊，什么不妥呢？哦，他说没不妥哦，而且他替卓荣泰抱屈哈，他说你们都没有证据啊，哦，指责降低了问这种品质，日本国会也常常这样自费叫你拿这个单据，拿那个单据，哦，他说这是国会常有的，但是你没证据啊。哦，没证据是你们指责的事情啊！人家说是自费就自费，拿个牛皮纸袋证据在里面呢、那怎样？那你没有证据吗？哦，那另外呢，这个总统府说呢，这个卓荣泰假日自费到东京为国家队加油，何错之有？所以呢，被人家讲说是贪渎，是欲加之罪。他哪有贪渎？他贪渎了什么？哦，那庄瑞雄就讽刺说：“你们国民党委员干嘛这么气呢？对不对？他外交成就很大的、啊，干嘛气呢？哦。”甚至呢还说，你看那老共气，你们也气啊！你跟老共一鼻子出气啊！那就马文君他们先国贸委会就要去考察松子部。我昨天徐小清这边也讲，他们明天要去考察松子部，看看到底怎样。那这个钟嘉宾就说呢，你们为什么不省国防预算呢？去考察松子部干什么呢？啊！马文君办公室说，军购案是民进党委员排审的哦，所以呢不是我不排军购案，民进党委员已经排了嘛。所以我就排去看松子部嘛，哦，而且军购案会审的，不已经交付了嘛，哦，所以吴思耀说马文君设局来挡军购，比坏更坏，就很坏的意思了啊、哦。那这个，然后呢，徐巧芯说，行政院曾经召集军方跟民航局开机密会议来协商怎么样让卓荣泰从这个松子部走，所以包机这是个公务嘛，如果你说你是公务，当然是没话讲啊。你说你是私人行程是自费，大家就会问了，那你为什么从这边走？因为华航到底多少钱给你的？有没有优待？然后呢，你为什么这个不给我们看看单据啊等等，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你一句话我就是去看球，也许也会了日本一些政要，我就是公务，就公家花钱，其实没有什么不对啊，我认为没有不对啊，哦，但是你非要讲你是自费啊，所以要讲你是私人行程啊，哦。那苗博雅很有意思，他挺卓荣泰怎么挺的？他有智商都知道是公务，所以呢，既然是公务，本来就可以停这个松子会。对啊，大家知道，那就讲你是公务就好了嘛，对吧？日本人叫你不能讲，你就不讲吗？你就是公务啊，为什么要听日本人的？对不对？日本人会非要叫你讲私人行程，说是要自费，我不去都可以啊，我就是公务，开大门走大路，堂堂行政院长，为什么不能去呢？我们看一下。也不是抱着找茬或是质询的心情来的，那完全就是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考察，然后呢来厘清这个事情。一早就到松子部考察，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带队要厘清行政院卓荣泰7号包机从空军松子部来回日本，了解1个小时后出来有备而来。松子部这边是单纯的租借了停机坪。还有这个安检空间，然后呢，相关人员的休息室。卓荣泰院长出发的前一天，行政院有召集台北航空站这边进行一个协调。觉得如果是私人的话，那你前一天怎么会去找军方能够去开一场这个机密的专案会议？当天卓荣泰就从后方的松子部进入，厘清后确定首次有民航机停在这。只是国防部长顾立雄称，松山机场军民合用，疑似要帮卓荣泰解套。他们有相关的安检设施但是使用这些安检设施的不是军方的人，一组是从民航这边然后过来的。所谓的私人这件事情看起来它其实事实上是一个公务啦。那自费这件事情，因为它不是属于行政专机，之前我有曾经处理过这个医疗包机，那来回的话可能就是500万到600万跑不掉。主演长7号6点09分搭乘包机从松子部跑道缓慢滑行后起飞，画面曝光。只是当天快闪东京就有媒体报道，卓荣泰从球场离开后，在前驻日代表谢长廷等人陪同下进入高市扫描官邸。对此，谢长廷表示，试射两国机密，不便多谈。中共不开心的时候，我们的在野党竟然跳出来先帮他讲话。魏山，
其实很清楚，就是一个对日外交的工作嘛。只是说，当然我们台湾的处境当然是比较辛苦，所以在做这个外交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是该保密就要保密，那不能就是对外就让别人知道，那不然这个中国就有可能会介入，让这个行程会就会破局。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有消息指出，这个卓院长他确实到了日本去，那也去跟现在的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进行见面。那这个见面当然是以庆生为由，那到底讲了什么？当然是我们相信两国之间应该在这个交流之后，这个感情会更加的升温。那所以这也没什么好说的。那他一定是有部分的公务嘛？那其实院长讲得很清楚，看球是他的私人行程。可是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既然是行政院长只要是他是行政院长，他当然这个对外出去，他一定会有大批的维安。那所以所有的事情，这个国安都必须要考量。如果你让他大剌剌的出现在这个民用的机场，你当然会有更多需要去考量的事情，包含维安，包含你可能需要更多的警力去支援。那其实当然这一定是扰民。那再来，就像我说的，这个中国一定会叫他去日本，一定要 do something， 因为我们已经45年没有这个所谓这个高阶的这个官员去到了日本，尤其行政院长这么高的一个职等去到日本去进行交流，这一定会被中国阻挡嘛。那所以台湾的外交每次都要这样子，你要说偷偷摸摸很难听啦，但一定是要叠对叠去做这个努力，才有办法去进到某一个国家去做一些不管是宣讲也好，或是做些互动也好。你看像萧美琴副总统日前去到欧洲，去到这个欧洲的大会去进行演讲，这个过程当中是多么的保密啊，真的不开玩笑，跟这个007这个叠对叠其实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是很辛苦的。那这就是台湾现在的处境嘛。那可是我们应该都要鼓励，就是有一个这么好的交流，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这也代表是这么多年来这个台日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该去想这些其他的细节。那如果国民党真的认为他有问题，好啊，那证据就拿出来嘛。我相信如果他这个利用这个公帑去做不对的事情，今天国民党早就把他 K 爆了。那基本上你如果立法委员去跟行政院要这个相关的所谓的这个经费的这个要核准的这个经费，他也一定要给。如果你真的是用了国家的公帑，你都一定可以找得到资料。那今天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嘛，它就是自费，也讲得很清楚。那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要再讨论，应该是要回归我们跟日本之间的邦交，在这个状况更进一步。那当然日本方他不能承认嘛，因为毕竟这个中国还是会持续给压力。那台湾就是要在这个空隙里面努力的生存。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新北市议会啊，我们就一整团国民党加民进党一起到了这个西班牙进行交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完全不能对外发表任何的照片，发表任何的言论因为我们要去好多个不同的城市跟他们的议会进行交流。一旦我们讲出去，中国就很有可能中断或阻挠我们接下来的访问行程。所以其实你知道，连我们这种市政这种地方的层级都要这么保密了，更遑论是中央的层级。那蓝轩，我是觉得刚才伟山用了非常多的当然啊，这个当然去那边是做公务，当然那边一定是没有用这个钱，当然一定是见了更多的人，那么多当然，我听不出一个理所当然啊。我觉得其实民进党我一直在看这件事情，虽然一开始是一件小事，看球，我说真的，如果他要去看球，我也很想去看球啊，去看球那为大家加油，我觉得很好啊。那问题在于说，那去看球就是去看球嘛，到底有没有真的见到高市早苗？见到普通人还是一件事情，见到高市早苗是何等的大事。那你说好，这个今天现场你说这个有没有什么要在野党拿出证据来说，你到底问他是不是自费？那你去见了高市早苗，你也拿出证据来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空口说白话，就我觉得今天因为两岸之间关系的紧张，因为中日关系的紧张，所以很多事情好像不可言说。就我觉得民进党就用了很多不可言说的部分，让大家自行去脑补。然后讲的一副好像说是自费去看球赛，然后呢做好多不能说很伟大的、很神秘的一个外交突破。如果是的话，那我请那个立法院请这个卓荣泰去做这个秘密会议专案报告。请他来啊！很多东西你不能公开讲，那你私下告诉我好了，你到底去日本做什么？我是觉得目前这件事情看起来，如果你是纯粹看球，你就自费，的话呢，你就不要包机，你就不要从送职部走，你也就不要去吹牛说自己有外交突破，更不用说到现在为止还讲到了高市早苗。如果讲到了高市早苗，我真的很想知道，那到底谈了什么？真的是中日的外交大突破了吗？过去我们经常有过那些所谓见了谁就是突破，那请问你到现在为止，很多人我们见了啊，当时这个讲的不得了了。那问题现在我们台湾的政治外交，我们的这个国际处境还是很艰难啊。所以坦白说，这种见了一次面的这种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问题。而且更何况是到底见了没？那如果你真的见了，那我请卓荣泰马上报公费，你干嘛自费呢？你明明是为了国家如此艰辛。
然后的话又要七拐八转的，明明是要去见谁，然后还非得要去看一场球赛，你根本不是为了去看球赛，你是为了去见某个人，是这个意思吗？那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那你就说清楚嘛。如果说是公费，那你就就是看人，你就是公务，你就用公费。那所以呢，那你就找一个机会把立法院里面的委员请来，我给你做一个秘密报告，可以做秘密报告啊。立法院军事跟外交都可以啊。很早就会被知道说卓荣泰院长本人要去到日本，所以为什么要事后报教？对，那你可以讲嘛。总而言之，就是今天因为在民进党来说，都是用说啊不可以说，说了以后呢，中共会跳脚，而且更何况的是，你看现在生气了，他说哦，你看你也生气。中国也生气哦，所以你们俩是中共同路人。那我请问你，那中国吃饭你也吃饭，那大家都是中国同路人了吗？不是，就不是这样比拟的。我觉得今天如果要谈事情，就不该这样谈。今天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促进了台日的交流，而且这是从来都没有人去过的，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进到立法院里面，告诉立法委员们，你真的多么的伟大，做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那么大的突破？而且更何况说，我真的要讲那个时间点上面，如果你不是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你看看其他国家做什么。今天欧盟他们开了核能的峰会，昨天日本高市早苗他没有去经典赛去开赛，他干嘛？他是311，他们做什么？他们做了核能。为什么讨论核能？因为伊朗的战争凸显出来，所有的这些国家都高度的依赖了进口，他们的高度依赖还没有台湾高，你知道吗？我们台湾96%依赖进口，他们都没有那么高度依赖，都紧张的要命啊！觉得说我们要开一个大会，我们要确定一下呢，我们过去甚至呢，范德莱恩欧盟的执行长他还说，他们要承认他战略错误。过去呢，过早的放弃了核能，因此导致了呢，欧洲必须要在俄乌战争、必须要在伊朗战争当中承受过高的、过度的依赖进口的原油，因此呢，必须承受高度的波动的价格，所以他们因此要重新，所以这个欧盟现在决定编2亿的欧元去想办法重新要核能复兴，要重振核能。日本昨天311就在做这个事情。那请问你台湾目前是最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这一次过程中，大家都替台湾最担心，就只有我们的国家，卓荣泰跑去看球，我也不知道他看谁了啊，看球看高市早苗，然后的话就派一个经济部长出来说，没事，我们呢这个3月也没问题，4月也没问题，5月也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吗？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们有问题呢？那就算现在没问题，那整个的人员结构没问题吗？我说大家都有用脑。在面对这个国际混乱的局势，而不是花这种口水在这种事情上面，而且一点都不透明，一点都不愿意说真话。不，基本上啊，就是说一个有能力的人是，我们常讲是举重若轻了，好，要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好几天，平常心想这浪费时间，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假如你真的是中间有公务，包括看球，就是报公费，就是公务就是了，不必讲成私人嘛。那如果说你去见了高市早苗，这问题又来了。高市原来接着下来那个日韩球赛，高市是要开球的原定哦，是多大的事情啊！因为日本和韩国这2个强队，每次比赛都引起他的瞩目的。以前呢，首相常常去开球的，很重要嘛。高市本来当然去开球，说是因为伊朗打仗了，为了因应战事，所以不去开球了。不去开球去接见卓荣泰，你第一个认为可能吗？如果这样的话，他在日本会被骂死哦。对不对？因为你不能骗人啊！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诚实，你可以不说，但你不能欺骗。那你说你是不能去开球，是因为伊朗的这个战事啊，你要去紧急应变的呢？就搞了半天，你是跟卓荣泰见面，那这样你怎么交代呢？叫日本讲讲看，看高市到底做了什么。休息再回来。好，那么昨天呢，最高行政法院判啊，这个党产会败诉了，国民党胜诉了。哪一个案子胜诉呢？大家看到现在没有？这个就是现在是张荣发基金会的楼，原来是总统府对面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老旧的日本时代的一个中央党部了啊，后来就卖给了张荣发基金会11亿啊。那国民党现在党部在哪？在八德路。哎呀，那个真的是哈，你去看了真的是真的不像一个政党的党部，蛮可怜的，很多都是办公室在地下室。为什么在地下室呢？所以因为地下室便宜啊，他们要付租金啊。国民党现在党部是要付租金的啊，所以呢，在八德路，这个反正外面看起来不像个这个最大在野党的党部，然后呢，这个办公室里面也是很简陋了哈，真的一穷二白哈。那所以呢，联合报今天说，
因为民进党当时用转型正义说治这个不当党产条例嘛，说不是党产会说了算哦，法院有法院的看法。事实上，包括德国，包括很多对德国法律有研究的，包括东德共产党当时不是统一了以后嘛，那西德要去这个去你说是斗争也好，去检讨东德也好，也没有像我们的党产都定的这个样子。那中间之不合理哈，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那时候民进党执政啊，而且国会他占多数嘛，他是完全执政啊。那所以呢，这个现在主要说就中央党部不是党产，所以他事实上现在不是他的了，那不还打什么官司呢？因为党产会说你国民党卖给张荣发以后呢，你卖了11亿3，你要把这11亿3给我，还给国家，所以国民党等于欠国家11亿3，所以现在可以不要付这个11亿3了。所以呢，国民党是说党产会滥诉哦，然后呢是经不起检验的哦，就法院一再判都没有嘛。那国民党的这个副主委文传副主委尹乃菁是说，党产条例本来就是恶法嘛。不当党产条例本来就是一部不公不义的恶法，打着正义的名号遂行斗争国民党的恶行，把国民党打成一穷二白。但是民进党现在资源很多，国民党很惨呐啊，就变成这样子啊。那党产会说呢，遗憾法院呢见解是太狭隘了哦，不像我们哇，我们见解多么广大哦，法院的这个见解太狭隘了。那庄瑞雄说，那国民党如果说你胜诉不要很得意，全面公开党产来源，事实上所有党产来源都已经公开了。哦，有的国民党是败诉的，有的国民党是胜诉的。哦，案子不同，是啊，没有什么不能全面公开，本来就全面公开。党产会的时候全面给他这个来追讨啊哈。那另外呢，这个说国发院也有可能将来呢国民党会胜诉，现在不知道了，一个案子一个来了啊。那现在呢，党产有这么多官司，庄瑞雄要问，这些都开过公听会，开一大堆，哦，什么中央党部楼啦、大楼啦、革命实验院、妇联会啦、中投啦、中广啦，一大堆。我就讲中广好了，中广当他们现在是讲是地保啊那块地当时是谁卖掉？是李登辉跟刘太英卖掉的，他们卖了哦，不管了，他有没有高买低卖、高卖低买不管，卖了以后呢，现在说要中广还，之前呢我是中广董事，叫我还，多少钱呢？77亿。所以很多人说你怎么睡得着觉呢？我说再多不愁嘛。你说我欠7000万啊，也许我还想想怎么还。77亿，反正你把我卖了也没这个钱，那随便了哦。真的再多不愁，我终于懂得什么叫再多不愁，我照样睡觉啊。那所以他要追征我们，追征77亿。那党产会败诉告啊。败诉了，现在还在上诉的。第一审党产会是败诉的哈，就是没有道理嘛哈。好，我们看一下。原本中央党部大楼过去遭认定是不当党产，追征11亿，如今最高行政法院因无证据判国民党胜诉，撤销处分。不当党产条例呢，它原本就是一个恶法，让国民党呢一穷二白。来，王慧。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这个赵大哥讲了啦，就是国民党他现在已经公布了这个他的党产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每个案子的状况不一样。那我去看了一下最高行政法院对于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部，原来这个党部他的判决有几个重点呢？我念给大家听。为什么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这件事情哦，就是这个国民党是胜诉的哈？第一个是哈，这个他认为这一栋建筑很难认定是。国民党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的对价取得，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自己看到是说，他说这个是在这个党产条例公布之前，国民党呢就已经把它转售给别人了，并且都有依法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申报哈，所以才会认定哦，就是不当党产的一个这个部分哦，基本上是。不能够向国民党来追缴这个11亿元的部分啊，哈，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国民党也做相关的回应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案件哦，就算这个党产会呢，当时当然我现在看民进党就讲说啊，这一定是什么举证啊，法律认定有问题啊，但是司法已经针对这个过程做了，行政法院就是把这整个过程要做很多的一个厘清嘛，然后做出最后一个这样的判断，我觉得哈，就依法论法，就相信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个认定。那洪维，我觉得这件事哦，先感谢最高行政法院，因为老讲现在整个的司法的气氛呢，最高行政法院要做出这样的判决，其实真的要有非常大的勇气。那当然，这个事情哦，就说有关于追讨党产啊，或者转型正义，可以说，其实民进党呢，
把它当成提款机已经非常非常多年。而现在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了，当时不管是这个党产会也好，或者所谓的转型正义委员会也好，那我想问大家，除了追杀国民党之外，大家觉得这个转型正义到底转了什么刑，转了什么正义？那我们的印象所及，只有这个转型正义委员会里面曾经有个副主委说自愿当东厂当时在选举里面他说影射的力量最大因为他当时要帮着这个民进党来打侯友宜，这就是当时的这个转型正义委员会的表现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管是这个国民党包含党产，像这个刚才讲，像包含赵先生，你大概就说这么多人有这个土地交易等等之类，有没有说你今天过去在李登辉时代把这个中广的土地现在变地保嘛把它卖掉之后，他说77亿。那赵先生是后来那个接手中广，然后说要让赵先生来还这笔钱，就是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追溯啊？今天如果赵先生老实说你是支持民进党的，你就没事了，就这样子嘛。在台湾很多的司法就是你不是就这样胡搞瞎搞吗？只要非我族类这个其心必诛，一定追杀到底。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包含这个过去的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就是这凯达格兰大的正对面嘛，现在是变成张荣发基金会。那现在呢，这个已经定验了。那接下来它还有一些案子就包含中广的土地，到目前你们应该在上诉中嘛。那还有就是党产会上诉，我们赢了，他在上诉。对，还有格时院土地现在也是在这个他们也在求偿。那我不晓得这里面有一些案子可能党产会赢，有一些案子可能那个国民党会赢。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党产会也好，或者促转会也好，过去所发动的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就是政党之间的一个追杀，而这样的追杀，你觉得到现在已经结束了吗？其实并没有结束啊！我刚才一开头就在讲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司法气氛之下，最高行政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啊！我真的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要把它做这个判决，一定会面临我们现在执政党或这些民意代表群起而攻之。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直很希望台湾在某一个程度上，政党应该是一个公平性的竞争。其实你现在已经掌握国家资源，你也掌握了司法的机器，但是如果要继续的用这样的方式去追杀在野党，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老百姓、大部分的民众是不会去接受。你继续能够当几年的提款机，你现在继续追杀这个党产，你认为在选举上你还能够当提款机吗？休息再回来。国民党昨天开中常会，确定征召提名李四川去选新北市长。那李四川自己的脸书就说，他去看侯友宜然后去看刘和然你看侯友宜、李四川、刘和然他就说，我们3个都是事务官出身的侯友宜是警察出身嘛，刘和然是事务官体系嘛，那李四川是事务官体系的公务局等等出来，说公务局也能出头啊，也能够当副市长，也能够选市长也能够当上市长所以呢，意思说给事务官一些打气了，因为很多事务官可能讲，我弄了个半天，你空降一个政务官，我们就要听他的这事务官也可以好好做那黄国昌宣布蓝白会联手拼2026，所以呢，在14号，今天12号嘛，后天礼拜六，在新庄他们要发表一个共同愿景，等于是共同政见了然后呢，共同愿景谈好以后呢，下一步要签合作协议怎么样来合作怎么样这个产生候选人等等那另外呢，郑丽文说新北并不是一定赢要严阵以待的确啦，选举没有什么一定赢不一定赢的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说争取连任的6个县市在6月提名彰化希望3月底前有结果，什么意思
就是现任，因为他现任县市长就现任县市长为优先，也没什么好提的，就是他嘛，做得好就继续干嘛啊。那彰化呢，因为换了县长任满了哈，所以希望3位敌有结果哈。那连任的有这个台北市蒋万安、桃园市张善政、基隆市谢国良、苗栗县钟东锦、南投县许淑华、连江县王忠明，这是一定提的啊，所以6月再提就好了啊。但是彰化主要就是谢依凤他的弟弟跟他啊，那谢点林反对谢依凤选县长，为什么呢？因为谢点林是议长，那如果说议长是谢点林，县长又是谢依凤，这东西好像怎么府会一家，这不好，对不对？那所以呢，那我议长做得好好的，你立委做好，你干嘛来选县长呢？不要来选，爸爸也反对哦，但是爸爸有没有反对，谁也不知道哦。那郑丽文就说：“哎呀，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啦，党官难断家务事，长辈表态了哦，长派到底怎样哦？长辈好像比较爱儿子哦，听说这样啊。到最后，但是谢依凤强烈今天还表态，我就是要选彰化县长，我要选到底。哦，谢依凤的条件非常好的，政大的博士，经济学博士啊，哦，长得也漂漂亮亮，在立法院发言讲话也都很清楚的啊，上我们节目表现都很好啊。但是现在就家庭的问题，所以现在怎么办？花莲一个问题，议长叫张俊宣布参选花莲县长，这个张俊做过国民党的花莲县党部主委啊，哦，为什么就跟傅昆萁不合，死对头哦？那所以呢，听说民进党要支持张俊，所以呢，嘿，让你闹哦，然后呢，国民党提名了游淑珍吧，哦，然后呢，魏家贤也要做，也是国民党的，所以现在蓝营出来3个人，哦，花莲真的很麻烦。哦，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只要答应了傅昆萁要去演讲，张俊他们就打电话来，我也要办啊，为什么不来呢？就答应了张俊，傅昆萁说为什么他呢？应该是我啊，常年就不合了哈。好，那么现在是泛蓝三角都，那国民党提名的游淑珍说希望有君子之争啊，我看很困难啊。那魏家贤呢也说不整合，不必勉强，也没有协商空间，我就是干到底。他是花莲县的议员啊，也是蓝营的啊。那民进党松口说支持能改变花莲人，换句话说，嘿嘿，很好哦。就像当时呢，在台北支持柯文哲一样，我在花莲支持张俊哦。看一下，披挂红色肩带，手牵在一起。2026县市首长布局，国民党中常会11号再通过3县市提名，嘉义市派出医师翁寿良参选，立委吴宗宪则选宜兰县，但最受瞩目的是新北。大家看到他就想尖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李四川川博。李四川动算。10年前我就在这里，这个大概是10年后头一次再走进这个大楼。今天的征召，并不是只有政治上的任务，而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承担跟责任。新北市不是阮赢的哦，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严阵以待。纵使跟民众党已经有合作默契，依旧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像是李四川涉入环保蟑螂案的亲弟弟李四福，绿营就质疑李四川为何还要把他介绍给2019年要选总统的韩国瑜。该怎么样的接受法治的制裁，我都予以尊重。他虽然犯错，但是永远是我的弟弟，我不会因为嫌弃去切割我的弟弟。重申不会切割胞弟，但除此之外，网红四山猫就检视他的财产申报，怀疑李四川当副市长月薪大约16万，为何在107、108这2年财产能够增加768万？或对于四山猫所提的，我想我依规定去做申报。那如果假设我有违法，他可以去检举。若有违法就去检举，虽然还有8个月才要选举，被攻击的力道在获提名的第1天正式晋升参选人等级。选吧，花莲！握拳高喊口号，无党籍现任花莲县议长张俊正式宣布投入花莲县长选战。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为了花莲的未来，我愿意承担
我将参选花莲县县长。国民党提名游淑珍，无党籍魏家贤和张俊也都是泛蓝出身。花莲市和吉安乡向来是蓝营大票仓，三强鼎立是否会瓜分选票？民进党支持谁也成为关键之一。我想周一我参加我们新北市国民党党团的书记长交接，当时侯友宜市长到场，李世川副市长也到场。那时候他还是在台北市，可是礼拜三的时候正式接受我们的提名。当我跟他们两个人拍了一张照片，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这画面很难得。侯友宜市长公开讲说，他服务公职50年时间，我就突然想到，我就问一下李世川，我说：“川哥，按你服务多久？”他说他45年，因为公务员比较晚一点，因为侯友宜市长可能是从警察的时候开始算。我说，其实这就是台湾可爱的地方。过去我一直常讲，政党一定都会轮替，但是我们的公务体系就是中华民国最坚强的基石。因为很多优秀的人才都在公务体系里面，因为有公务体系的服务，所以说我们才可以持续往前走。你说以前的经济奇迹，你说现在股市万点等等的，我觉得公务员占了很重要的比例。所以今天看到李世川他有感而发，在脸书上写说，刘荷兰也好，侯友宜也好，李世川都是公务体系事务官出身。但是证明一件事，就是英雄不怕出身低。也许当时他是因为家里比较贫瘠，所以说他去考公务员，或者说像侯市长他去考警察，但最后他们可以变成是市民托付，404万人口托付给他，让他变成是一市之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啊。所以李世川出现，我自己归纳，我们基层在跑第一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状况，第一，市议员小鸡很放心；第二，支持者很安心。第三，市民有信心，就对于是说如果说未来李世川能够接下侯爷的棒子的话，那新北市的发展会往前行，而且不会有那种政党对立，或者是说故意要卡，或者说建设不排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想，在新北市是一个，我自己都讲，因为我新北市的委员，所以我就说新北市就是很好的示范区。那我们当然希望党中央有智慧，能够让不管现在提到的彰化因为人选还没有出来，但是能够赶快来化解，变成是说彰化也可以像新北一样，到最后大家虽然现在过程里面有一些纷纷扰扰，但最后是不是能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延续王惠美的一个施政？我觉得这个是党中央现在要努力的方向。赖伟山，你是新北市议员。新北部分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在国民党已经提名了吧，应该基本上就是李四川本人了。那可是我们看到他最近就确实是有一些他自己没有讲清楚的地方。那他在记者会上当然就是比较避重就轻啦，还是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去做一个回应。就是他跟他弟弟当然是一家人，没有办法分割，大家都知道，你又不可能抛弃这个亲属关系。可是确实他弟弟在高雄的所作所为，当时他也还是高雄的副市长，那他怎么可能在整个这个市政的层级啊，不管是警政单位或是这个环保单位，他会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事情？他一定知道他弟弟在地方鱼肉乡民嘛，那他当时也应该要出面阻止啊。更何况他弟弟的公司就位在他自己本身的土地，他拥有的土地上面，你怎么可能弟弟使用他的土地他会不晓得呢？那所以就我觉得这整个过程他都没有讲清楚啊，那这对他来说当然是很伤的嘛。因为你今天要做一个市长的人，你一定大家都希望，就你是清清白白，是清廉的哦，就不是来用这个职位就来赚钱的。那你如果你自己的弟弟都没有办法去管好，或是你没有办法在更早的时候就能够去阻止他做这件事情，那你还是得跟社会大众说清楚嘛。那今天就是我们听不到他一个真正面对这个问题仔细说明的一个状况嘛。不，他的想法说，爸爸是不能选择的，兄弟也是不能选择的。大家都这么大了，他的事他负责，我的事我负责，我怎么替他负责呢？洪伟，我觉得如果民进党对于这个新北市这个是人口最大的一个县市。自始至终你们都要采取一个负面选举这个泼粪式选举，包含戴伟山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是民进党的选择。那我觉得新北市民眼睛是非常雪亮的。你今天讲说他的弟弟，那请问一下，陈其迈他爸爸不是也贪污吗？你们要不要用同样的标准？你爸爸的事情你怎么会不知道？对不对？你应该要负责到底。可是你们觉得陈其迈好冒棒啊，对不对？爸爸是爸爸，儿子是儿子。双标。好，那另外我刚才没有打断你哦。他是副市长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哦。如果真要再讲，你不要打断我嘛，对不对？不，这个要讲清楚。你要这样吵的话，新北市民希望他讲清楚。好，来，我没有情绪。那至于就说，他说他弟弟的公司设在他的土地上。川博其实已经澄清过，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很多的家族他们是共同持有的。
共同持有这块土地，这个土地它是没有办法去，就是一定要家族大家共同的，它才能够去处分。它都已经说明了，那你们要继续要这样吵。另外就说你们要放任这个四叉猫啊，继续的用这种泼脏水的方式来打这场选战，其实我觉得也很 OK 啊，因为在4年前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当时四叉猫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啊。可是你想想看，当时的那个就是台北市长选举，后来这个民进党是大输嘛，所以我一定要讲，就是说。今天川博的出现，因为他是等于说工程师出身了，我们说工程治世啊，那然后用工程师的治理，那我觉得所有的县市都值得一个比较正面式的选举，一个愿景式的选举。我们的参选人可以带给这个城市什么样的建设、什么样的治理、什么样的愿景？可是民进党不是哦。一开始就不停的泼脏水，包含戴伟山也都是如此。我哪有泼脏水啊？我是一个合理的质疑。作为一个市议员，本来就合理的质疑，未来我们市长可能有一些状况嘛。所以这个苏巧慧为什么现在民调都一直落后？苏巧慧很早就提出了很多的政见，有聪明的选择。没有提出政见的是川博，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好，那么李珍秀啊，到底有没有资格啊？他说政府不应该剥夺他的参政权啊。那他肯定韩国瑜会国会助选，因为韩国瑜昨天下午把这个3个党的这个党团都找去协商，看李珍秀怎样。那民进党当然很坚持说他不行啊，他没有放弃国籍。那内政部长也很坚持，但是呢，韩国瑜后来结论是说，反正官司这个案子在打官司嘛，官司有结果再说。好，那行政院说呢？这个他的身份有疑虑，所以呢，这个国家机密不给他哦，到时候给他，万一泄密怎么办？那韩国瑜才定才是要尊重他的职权，吴思瑶就是包庇，说李珍秀呛拿了韩国瑜给他的护身符，可以大放厥词哦，说要尊重他啊。吴思瑶呢，立法院不能装糊涂，应该公开切结书啊。中选会啊，会不会呢？因为明天要通过中选会的人事。说会不会拿李珍秀的这个立委资格来交换中选会的人事？庄瑞雄说不可能，不要谴责我们哦，没有要交换啊。那另外呢，各部会联络人不准踏进李珍秀的办公室，这是王一川下令的。王一川是民进党立委哈，他为什么能够下令啊？那这个另外呢，这个李珍秀说呢，曾私下哽咽，陆配有对不起台湾人吗？哦，那因为。说有一个传言说柯文哲要把他放生算了，他说没有这个事情啊。他说陆配对台湾人很好啊，替台湾也生了不少台湾之子啊，替台湾服务啊，有什么对不起台湾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呢？我们看一下，司法最终判决之前，有鉴于李珍秀委员既完成就职宣誓，其立法委员身份及职权行使应该予以尊重，这项才是对民众党立委李珍秀来说，宛如吃下定心丸。为了他的国际争议，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朝野协商。开始有下这条是合意啦，一定你得发挥一下你的智慧啦。那其实是有没有放弃，文件拿出来就很清楚。企图用现在他们去曲解国籍法，去曲解中华民国宪法来搞两国论。朝野争论将近1个小时，双方僵持不下。就是很敬佩韩院长的高度，那他也有维护立法院的尊严跟坚持行政中立。其实就希望行政单位能够。可以不要再闹了吗？不管是从2个人民关系条例，或是从中选会的选罢法，或是从我们的国籍法，那李珍秀女士呢，其实她在立法委员的释法资格上面是有疑虑的。韩国瑜才是李珍秀具备立委资格，但赖政府显然不会轻易买账。来，王慧。我想首先呢，谢谢韩院长啊，昨天做了这个裁示哦。那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有让每一党的这个3党的一个总召
跟这个3党的3长做了充分的一个表达哦。那我觉得场面不算火爆，但是我认为李珍秀这个议题真的已经是吵太久了哦。如果要得到相关的政治红利，我认为也差不多了哈。那我要回来讲对珍秀的事情哦。第一，刚刚讲这个王义川委员，我是不知道他凭什么可以让这些国会联络人不进入到这个李珍秀委员的办公室。请问这是不是职场霸凌？好，他就已经正式宣示。昨天这个韩院长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司法的相关判决出来之前，对于李珍秀委员的有关他的一个职权跟他的行使，都应该予以尊重。所以呢，王义川这样的意思是要公然恐吓所有的国会联络人嘛？好，这第一。第二，我想继续问的是，请问一下，到现在在中央里面有哪一位官员可以出来告诉我们，陆配是外国人吗？好，这个是我们之前就问过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是，为什么一个民进党2个不一样的总统，在蔡英文时代可以用两岸关系条例来看待陆配的他们的一个参政权，那到了赖清德时代就变成一定要拿国基法出来处理呢？好，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来放弃这个中国籍嘛？这个在昨天的党团的这个协商里面也不断的讲，就是说他一直希望这个李珍秀委员要去做这个中国籍的这个放弃，要提出相关的一个证明。问题是不止李珍秀委员嘛，之前花莲也有里长去做过一样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放弃的这个动作。那既然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你这么样的坚持，请告诉我们程序 SOP 是什么？告诉我们怎么样到中国去放弃这个大陆的一个国籍。安全，我是不晓得民进党是不是不会打反中卖台就不会选举，因为这个话题真的是吵太久了啊。我觉得很简单问，如果说他真的有问题，那中选会要不要出来说一下？因为当初李珍秀怎么样子就职的？是中选会认定他是立委啦，他递补上去了，然后他宣誓就职啊。那所以立法院才宣誓就职的啊。那第一时间点为什么民进党不抗议呢？为什么第一时间点内政部没意见呢？所以我觉得连第一时间点都没有意见，就突然间大翻案，我就不晓得在翻什么了啊！那你中选会要出来说清楚嘛？因为当初这是你错了吗？你错了吗？那不是你错了，那就后来错了咯。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点。那第二点，好，到现在为止，我坦白讲，我觉得韩国瑜是一个尽可能的在情理法已经求了一个全了就好。我现在不管你们说到底是对是错，其实你判决了之后再来说，之前他还是立委，这是基本上法理的常识嘛。同样的，法律没有判决之前，他是清白的啊，这是常识吧。所以如果你认为他真的不对，那打官司嘛，然后最后如果证明说他不是立委，他不配当立委，陆配不是立委，不配就要这个凭这个国际法，那你就到时候再说嘛。那现在不是嘛？那凭什么？因为现在人家还是立委，已经宣誓就职了，你就要去羞辱人家呢？我觉得这个行为是一个羞辱性的行为嘛。而且后来讲到最终就是说，民进党，我们讲真的，李登辉是你的政治导师吧？李登辉不是说了吗？两岸就是特殊国与国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特殊国与。什么叫特殊国与国？就不能够用国籍法嘛，就是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要不然你就废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真的是在找茬，而且找自己国家的法律的茬。那你是一个执政党你是一个国家耶，那你真的是为了选举，连这个东西你都要这样闹那么久了，还没有闹完吗？如果民进党可以讲常识的话，就不会发生行政院不附属我们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案，因为他不附属的理由是什么？是疑似有违宪的这个状况，所以说我就先不执行。法令可以这样规定吗？行政部门可以这样自己认定是说这有违宪，所以我不执行吗？一样的道理，这个李正秀的事件就是赤裸裸的霸凌，是政府官员带头一起对于这个民意代表来做霸凌。我们只要问2件事情就好：未来民进党你要认定陆配是要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还是国籍法，说清楚。还有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陆配到底算是哪一国人？民进党政府只要告诉我们这2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自然迎刃而解。反正这个事情吵很久了，我觉得台湾很多小事可以吵半天那当然，民进党吵他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这个，从某个角度就是隐含两国。